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歡迎來賓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持續來關心在中日的這一場政治上面的爭議。中國這一回揭穿了高市他的舊金山合約的陰謀，另一方面也重擊在中國的反制方面，重擊了日本的房市，會不會造成接下來的經濟大崩盤？我們都一起來做關注。日本方面做了反制，是停工光刻交給大陸，反而自己受到重創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開場的3個火線話題，今天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首先來看到第一個，高市早苗他拋出的舊金山合約是挑動了台灣的主權問題，北京這一回怒火直燒哦。那麼日本是否正踩向中日衝突的一條紅線呢？中日外交的戰火是否可能往軍事誤判的方向逐漸的靠近？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們持續來關心，在中國大陸制裁日本方面，除了削減航班，恐怕現在還會撤資，包括了日本房市有2成都是來自於外資，而這當中的9成更是來自於大陸。只要北京輕輕一推拋售房地產，日本經濟會不會瞬間斷層？這是第二個問題，我們今天會做回答。最後來看到日本的反制是停工光刻膠，企圖要卡死大陸的半導體產業。但是當然了，中國早就已經做到的是在這方面做自主化，日本會不會自己被反殺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好，我們來看到這一場中日之間的緊張局勢持續的延燒，現在往今天會來關心的3個方面：外交、經濟、科技層面3個層級來做關注，因為都正在受到嚴重的衝擊當中。高市早苗他拋出了一句：日本無權認定台灣的地位，看似確實好像是降溫的，但是實則被解讀是不是在做挑釁呢？因為他援引的其實是舊金山的合約。舊金山合約論證的事情是日本已經放棄台灣，但是沒有說把台灣給誰，等於再度的挑戰了台灣地位的未定論。有人說他就是在偷渡台灣地位的未定論。那確實還被解讀到的事情，就是日本有關於他的3份的核心文件，不管是在開羅宣言，或者是在波茨坦公告，甚至在1945年當時日本降服文書，都特別去寫到的是清楚指向台灣是歸還中國的。因此我們看到這一回哦，這個高市等於都是否認的。那北京呢？因此，火速的要求，包括了《人民日報》也痛批高市說：“日本回來了嗎？”那麼代表軍國主義也回來了嗎？要求這個高市他收回自己的言論。現在我們來看到最新呢，是來自於大陸學者是這樣說的：他的日本的盟友也都選擇沉默不表態，這代表他們也都不挺高市的這一番危險的言論，甚至是在網絡上面，現在微博熱騷的這一件事情，是日本的國寶歌手，他是加藤登紀子，他直接要求高市撤回他的言論，否則恐怕讓日本成為被接下來攻擊的一個目標。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的高市援引的這個舊金山合約，為何讓大陸更加的憤怒？舊金山跟波茨坦它的本質上到底有多大的差異？大使怎麼看？因為波茨坦啊，事實上是在那時候中國跟這個美英聯合的一個宣言。那這個開羅宣言也是一樣，所以那是代表就是說同盟國大家一個共同的立場。那這裡面有一個有關台灣的歸屬的部分的話，就是它最主要在這個開羅宣言裡面寫得非常清楚，日本所侵佔的中國的領土，包括滿洲、台灣、澎湖，還有其他相關地方，都戰後要歸還給中國。那這個是開羅宣言裡面明白寫的。那波茨坦宣言最後就是要日本投降。那波茨坦宣言裡面也基本上也是引用這個開羅宣言裡面最主要的內容。所以呢，這個日本投降的時候，詳述裡面就是說日本無條件投降，完全接受波茨坦裡面公告裡面的宣言裡面的所有的條款，沒有保留，不准保留。所以波茨坦宣言裡面也有提到，繼這個開羅宣言以後，裡面有提到日本侵占中國的領土滿洲。那他不是說
領土，它是列舉啊，滿洲就是東北，哎，台灣、澎湖啊，還包括南海啊這些諸島，基本上都要歸還給中國，所以這個是寫得非常清楚的。那這一句話就變成就是說，這個是日本接受這個波茨坦宣言宣布無條件投降以後，他就已經接受了。那他放棄這些領土，而且把這些領土呢都歸還給中國了。所以他在接受的時候，他就等於說法律上就說我同意，哎，因為我同意你的宣言，就是我同意裡面所有條文嘛。可是呢，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很快的冷戰就開打了，就世界就分為2個陣營了。那所以就變成這個對日這個基本上各國的對日還要簽一個合約的部分呢，就一直延宕，沒有辦法簽。而且中國大陸，我那時候最主要還是我們中國本身進入內戰，有2個不同的政權在爭奪，那就變成就是說，這個時候就簽這個約的時候，美國來主導。美國來主導的時候，當然他就把怎麼樣，就把這些盡量把世界各國都找過來。可是那時候我們中國大陸是因為我們台灣跟美國的對中國的政策的問題呢，所以他2邊都沒有邀請，哎，2邊都沒有邀請，所以我們就沒有參加舊金山合約。所以對於我們來講的話，大陸對跟日本之間也沒有一個結束戰爭的狀態。那麼就是說個別的那我們中華民國在台灣也沒有跟日本一個結束戰爭的狀態。那最後是怎麼樣呢？那因為那個舊金山合約的時候，美國做東就沒有邀請2邊，然後他邀請了誰？邀請了蘇聯，邀請了這個波蘭，邀請了捷克這些國家邀請，可是這些國家他覺得這個裡面的條約我不贊成，很多東西我們沒有講清楚，所以雖然他們參加了會議，可是呢，他們沒有簽名，就退出了，所以就變成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講是不承認這個舊金山合約的，因為沒有參加嘛，所以要談到中國大陸跟日本的關係，就要歸咎到1971年他們關係正常化時，那是有個重要的3個建交相關的文件，那建交公報裡面就對台灣問題就講清楚了，有一條非常清楚，就是說日本了解並尊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可分割的領土，所以這一條所以中國大陸就會講說，我們台灣問題不是講清楚了嗎？對不對？所以你要援引，就是說有關台灣的部分，你要援引中日建交的這個文書裡面這樣子規定，你會援引一個舊金山合約，我當時根本就沒有參加的一個合約。那在那個時候是沒有錯，日本在這裡面，他只是規定他自己說，日本放棄這個侵占中國的滿洲、這個台灣、澎湖還有一系列土地的放棄這些地方的主權。那接下來沒講，因為那個時候是看美國人了，所以沒有講。那個是日本他只做，他沒有說這個屬於誰，因為那時候2邊是屬於對立的方面。日本有一派人可能是主張，等兩岸的問題解決以後，他跟那個統一的政府或者他看這個時候在統一的中國，他再來決定這個事情。當然這個東西要去查他們當初的立場，為什麼他沒有？而且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他1971年跟日本談建交的時候，最重要一點就是在台灣的地位，他就要日本承認、了解並尊重台灣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個時候日本也白紙黑字也簽了。所以他現在等於到了這個高市長，他又不提這個中日合約的部分，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跟日本的這個合約，這個共同建交公報裡面提到這一點的部分，所以大陸就認為你是隱藏、曲解、引用錯誤的文件，你是故意想要開倒車，那所以對這個事情就
就大陸這邊反應非常的強烈，主要原因是這樣。好，我們就看到大陸網友現在越来越生氣，就是痛罵說高市援引錯誤的公告，就是這個特別用的是舊金山合約，不是用波茨坦公告哦。所以呢，持續的大陸它針對日本經濟的反制持續的進行當中，尤其確實現在日本的經濟本來它的經濟成長率就已經非常的低了，現在更是直接造成他們的通膨失控哦。尤其在金融表現方面，看到日股也急挫了1000點 ，CPI 連續51個月已經漲超過2%了。當然，先前我們提到過的，就是大陸大幅取消的赴日航班持續的進行当中，也導致後續包括整個在東京的大量訂房也都消失了。現在旅遊產業也都哀鴻遍野。現在大家最關心的一點就是說，會不會接下來造成日本房市的一個重擊呢？因為現在在不管是東京灣或者是高級公寓，有20%左右其實都是外資買的，而這20%當中更是有90%都是中國大陸的買家。日本媒體已經祭出最新的警告了，他說大陸中國人只要集體撤出，日本房市就會受到重挫，會導致高市的政治支持度、經濟快速崩盤嗎？尚志哥怎麼看？沒有錯，現在有關於中日當中的這個對峙情形，我們盤點一下。首先，在網絡上，當然中日的部分的網民，大家也都有互相攻擊，都很火熱。產業面，首先這些消息是老牌的這個 Canon 啊，就突然停工，在大陸突然停工，所以變成造就中國大陸有超過1000人突然失業，這可能也是日本方面，你不能說是報復哦，就大家看產業不太對勁，也要有所因應。除此之外呢，中國大陸日本方面的大中小型的這個企業，包括中小企業，有很多都需要靠進出口，都是中國大陸有關的，無論出口到大陸或從大陸進口很多的東西，那這方面的影響跟 Canon 一樣開始產生了。除此之外的話，剛剛提到這個航班取消很多，這幾天在日本的很多的機場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人，包括深夜的紅眼班機，滿滿的都是中國大陸，可能是一些學生，可能是到那邊遊學或各方面的這種僑民等等，大量的撤回中國大陸，所以這裡頭也引起關注，是什麼？要軍事行動嗎？是有任何的驚慌嗎？因為這個當中做了滿滿的深夜航班。將近90%以上全都坐滿，為什麼哈？所以這個當中當然也有人說，因為航班大幅度的減少，後面就沒有航班可以坐了，所以大家算算趕快走也有可能。所以說就房地產了哈，房地產現在剛剛開始，因為已經有傳出先前準備要做交易，中國大陸在全日本各地買的，包括城市哦，包括前陣子日本很喜歡買一些鄉下的日本房地產，包括日本。大陸人也買了神社，連廟都把人家買了哈，所以這些據說現在進行到一半還有付款或最後簽約的很多都喊停，所以房地產這消息不是耳語，是已經在發生，但現在就是說已經買了的這些部分會不會賣掉呢？要知道，其實這10多年來，日本的房地產在泡沫化當中低迷了已經幾十年，就是這10年慢慢的回漲當中，最重要的力量不是歐美，就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部分的買家。而房地產是一個國家日本最重要經濟的核心之一，日本這些年的經濟帶動，其實房地產活絡起來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一旦房地產受到影響，影響的東西又會回到什麼？就是股市。我講股市當中跟房地產、製造業、建築業有非常非常多的這些都會連帶受影響。那我們最近看到的觀光啊，包括消費的東西，只是剛開始而已。所以現在日本的股市。匯率、匯市就日幣的部分，還有他們的債市、股匯債，現在日本都在波動哈。那目前還沒有完全失控，股市的部分的變化很大，但這就對高市早苗自認為他是安倍晉三的這個接班人，他就是股匯市，包括股市、匯市以及那麼所謂的債市，他可以3件的都在手上，可以掌握來推動日本經濟。這個部分就是中國大陸對它的當頭棒喝了。如果房地產的話，更會進一步的影響。但我們知道，其實現在大家關注的東西都是軍事哦，有沒有軍事層面的問題？因為如果有任何中國大陸採取任何直接、間接的軍事手段，因為現在剛剛如同大師講的，就定義你就是戰敗國，定義你就是軍國主義了，而不是當代的日本哈高市早苗日本。中國大陸現在定義的日本，就是幾乎可以打你，因為就是這個大家的這個仇恨值跟歷史，包括賠償的種種的這些要來大清算。而高市早苗說這些話到現在還不道歉，現在還在說舊金山宣言的部分，就是因為他覺得你不會打我嘛，你不敢
可是中國大陸真的不敢嗎？所以這個部分的邊界，要知道外交施壓，因為習近平已經講話了，現在會繼續施壓，但不會有更大的施壓了。中國大陸後面就是行動，所以除了房地產，我認為要關注軍事行動有沒有逐漸或接下來就會發生。好，中國大陸的反制現在一開始是從消費開始，已經確實受到影響，接下來還會持續關心，不管是股匯債到房市，甚至最終會不會用到軍事手段，都會值得我們持續的做關注。另外一方面，當然了，日本方面也祭出了最新的反制，日本打的是科技戰，尤其他現在掌握全球70%的光刻膠現在傳出呢，來自於媒體的報道。日本可能對中國來斷供它的光刻膠，那同一時間到底大陸會不會受到影響，我們也要持續做觀察。尤其現在大陸其實也在自己做光刻膠，國產的光刻膠，不管是在北京啊、上海、深圳這些大城市的企業都在做量產。另一方面，大陸的好友這個俄羅斯也在着手做這個光刻膠的產線，打造中俄半導體的自立圈。所以對於日本的停工，對大陸影響到底大不大？幹哥又怎麼看？光刻膠就是光阻劑啦，光阻劑是什麼？就是你在那個將電路的圖案，你要把它轉移到晶圓片上面的一種製程技術。那日本壟斷了全球70%以上，所以它就像稀土是中國壟斷是一樣道理。那日本在這光刻膠也就是光阻劑上面，它已經這個投入幾十年，所以它是非常有經驗、有歷史的。所以在這方面，連美國和歐盟都是要靠日本提供光阻劑這樣的東西。那你現在突然上禮拜他們鬧得最兇的時候，突然網絡上面有消息說，日本已經現在暫時不供應光阻劑了。哇，那新聞很大。為什麼？你知道光阻劑是一種不能留的東西，也就是說它的保存期限，不管你在恆溫控制下，只有6到12個月。最多不能超過1年，它沒有用。所以它不像晶圓，你可以去囤的，對，囤不了的那是一種高階產品。那現在的問題就出現在於說，那東西不能囤的話，那日本一旦不供應的話，那中國怎麼辦？中國在2021年的時候，中芯國際碰到過一次，有一家公司日本的叫做信越化學，信越化學那个時候暫時終止了提供光阻劑害中芯當季的產能下降20%，這很嚴重的。對，所以現在網絡上面出現這個訊息的時候，你就會讓中國的網民就非常緊張，是真的還假的？我現在告訴各位，官方沒有證實，日本官方沒有證實，現在要對於光阻劑也就是光刻膠進行什麼？進行這個也就是說減產或者說減少供應給中國，還沒有，但是會不會？可能會，為什麼？只要這個局勢中日之間的關係沒有再改善的話，恐怕就會這樣子做了。那其實，在 EUV 或者 DUV 這些深紫外光或者是那個極紫外光機上面，都需要用到這樣的材料。那日本準備要用這樣的材料來對付中國嗎？我可以告訴各位，中國沒有第二句話，馬上就可以讓你的電動車不要動。為什麼？跟日本的稀土交易馬上暫停。跟把濱崎步趕出上海是一樣的道理，馬上就這樣做，甚至可以像你說那個唱那個海賊王最後的那個片尾曲的那個大龜真希有沒有？從台上直接拉下來，中國絕對做得到，讓你難堪到這種地步。所以我覺得啦，中國在跟日本的談判之中態度已經很明確了。現在我坦白講，高市長你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你只有真的。用實質的道歉，不要再扯到舊金山合約，那沒有用，因為舊金山合約根本就是一個，你為什麼不講開羅宣言？你為什麼不講波茨坦宣言？你為什麼不講？因為你想要規避嘛，你這種規避的態度只會讓中國當局更討厭你，而且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共